擒贼先擒王，我打算刺杀魏忠贤。你要刺杀魏忠贤？前辈，咱们来这青楼干些什么呀？你不是要擒贼先擒王吗？真正的王就在这里面。魏忠贤，他在这儿。对，这里是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的。这里看似一座青楼，实际上是魏忠贤一党的新窝点。前辈，我可以进去杀掉他。玉京，你要想清楚。我为什么潜伏了20年都没有动手？你杀了一个魏忠贤，怎么能够保证不会有一个李忠贤、赵忠贤呢？前辈，我明白了，稍等我一会儿，马上回来。好。少侠，饶命啊！你要是敢说谎，立刻让你身首异处。不敢，不敢。你为什么杀害了熊廷弼大人？他叛国投敌了。你蒙蔽皇上，一手遮天，祸国殃民，扰乱朝纲，是否该死？该死！确实该死。你死100次都不够。是。少侠，说话。你想要金山银山、高官厚禄，老夫全能给你。魏延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是不知悔改。少侠，你有所不知啊！你说我容易吗？我终日提心吊胆，不都是为了大明吗？少废话！答应我个要求，小爷我饶了你的狗命。请讲。从今以后，你要是再敢残害忠良，哪怕是天涯海角，小爷我也能取走你的项上人头。不敢，再也不敢了。我若食言，请取我人头啊！巧儿，哥，你看，真的是巧儿。你们可算回来了。巧儿，你回来了，你真的回来了。来，小心啊，巧儿，慢点。放心吧，我们没事。你的脚怎么了呀？快好了，没有大碍了。我都想死你了，巧儿。
这魔苍狼到底要干什么？区区武当竟敢跑到京城来闹，他竟敢来威胁我！千岁息怒。这些武林草莽，我本想留下他们啊，有朝一日让他们为朝廷效力，可他们倒好，无法无天。如果再这么下去，就……千岁息怒，息怒。千岁，依属下看来，这某掌门也太在意他那个武林盟主之位了，以至于让千岁犯险，这实属是不该呀。再说了，现如今各地叛乱不断，如果这些武林人士能为朝廷马首是瞻，固然是好，可一旦不能如此，就怕有朝一日他们会成为另一股反叛势力呀。这武当逆贼，实在是咱家的心头大患呐。无良，属下在。你持我的令牌，速与东厂四虎率领锦衣卫。千岁的意思是？率领锦衣卫荡平武当，剿灭我心头之患。到那时候，武当的掌门人自然就是你了啊！巧儿，你最好离我远点儿。你怎么了，玉锦？你保护了我那么久，我从来没有为你着想过，太危险了。凡是跟我亲近的人，都已经死了。巧儿，你要小心。傻瓜，保护你是我们自己愿意的。你刚才自己都说了，跟我们亲近的人现在都离开我们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我和你了。你让我离开你，你让我去哪儿啊？巧儿，巧儿，对不起，我没有保护好你，还有郑爷爷。对不起，我这一辈子我都对不起你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了，傻瓜，这些事情本来和你就没有什么关系，你没有对不起我们，以后对不起这种话不许再说了。巧儿，我都已经想好了，你知道吗？再做2件大事，咱们就走。我们去哪儿？我要娶你，咱找个没人的地儿，种地、打猎、生娃儿，过最安逸的生活。那不行，我们还没有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呢。你说，你嫁我不嫁，
那你说，你娶我不娶？娶啊，当然娶。你呢？嫁不嫁？嫁。这不就对了吗？小二，经历了那么多事情，我现在只有一个愿望，就是这辈子我都不要和你再分开了。我只要娶了你，什么都是过眼云烟。小二，这酒壶曾经是爷爷生前的最爱，现如今呢，他到了那边，总要有一件趁手的酒器。之前不想让你喝太多酒，是因为喝酒伤身体。现如今，我和玉京还有几件事情要去做，不能经常来看你了，就让这个酒壶代替我们两个人陪着你吧。爷爷，你放心，巧儿长大了，巧儿会照顾好自己。不会再像以前一样那么任性，而且还有玉京呢，我相信他会信守承诺，守护我一辈子的。郑爷爷，失去巧儿，曾经让我心灰意冷，而如今失而复得，则让我更加珍惜。我下山的时候呢，无相师祖曾经对我说过，凡事都要顺其自然，顺势而行。我一直不明白，事到如今我才明白，要做到真自然，真的好难呐。所以我一定会珍惜这段缘分的。有一事，我一定要当着爷爷的面前提一提，才能够解开心里的结。看在你之前那么难过的份上，我原谅你了，不再跟你计较背着我去寻花问柳的事情。啊？我那是被迫的呀。那你承认你去了？爷爷，那你听到了？他说他是被迫的，那我原谅他了。你来。
搁住！起来说吧。是。京城传来消息，熊廷弼已被斩首示众。好，终于解除了我的心头之患。后面的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？那边说已有对策。希望他说到做到，不要扫了我的兴致。前辈，这么多年，您是怎么过来的？当年我从辽东回到朝中为官，名义上是为金鼎合作使，实际上暗中打击阉党的势力。所以魏忠贤把我视作眼中钉，我只能假死脱身，隐于江湖。那现在，可还有人知道您还活着？魏忠贤应该是有所察觉的，所以他才挖开了我的墓穴。看来这阉党也没有我想象中那样无能啊。前辈，当年我外公何其武被杀一事，您可知道？当时我在京师，你的父母回到了武当，那边具体发生了什么事，我是不知道的。但是据江湖传言，你的外公是被一黑衣人所杀，而且以此来陷害你的父亲。父亲之死，我义父已经告诉过我了。那个黑衣人我已经领教过了，他究竟是什么人？当年我与那黑衣人交过手，他被我所伤。我的七星剑法，在他的胸前留下了7点伤痕。胸前的伤痕。给我，快给我！快给我，快给我！前辈，7点伤痕，只有七星剑法可以做到，是吗？是的。这不可能啊！于京，你想到了什么？没什么，兴许是我大意了，以后我一定多多留心。你虽说是个习武之人，身上却毫无杀气，这点太难得了。毫无杀气，那岂不是习武不成了？不，你虽然有杀人之力，但无杀人之气。从你身上只看到一点，那就是静。习武之人如果杀气十足，锋芒外露，必然会让人产生防范之心。但是你的静，给人以安定之感。这种东西不是3言2语就能装扮出来的，而是需要一种由内而外的淡定。这种淡定的源泉，来自于你强大的力量。不仅仅是武功，还有这儿。前辈，您真是过奖了，还真没有人说过我静。你如此成才，也可以告慰你父亲在天之灵。